如果你在2022或2023年的时候买了或者是租赁了一台德国品牌的電動車，不管是 VW 的 ID.4、BMW 的 i3 還是賓士的 EQ1， 當時你可能覺得買德國車就對了，德國工藝，品質保證，這叫投資未來的科技。結果咧，現在到了2026年，你打開中古車網一看，你的愛車在短短3年內車價直接蒸發了45%到70%，這已經不是你運氣不好的問題了，這根本是市場的通病，而且2026年接下來只會跌得更慘更骨折。今天我們就來帶大家看看，到底有哪些德國神車正在經歷最慘烈的身價大屠殺，直接拿德國市場的血淋淋數據一支一支抓出來編。第11名，我們直接來看一個會讓大老板集體血壓飆高的數字 ，BMW 大7系列5年折舊高達65%。我們先從一個會讓人肉痛的數字開始講。BMW 的旗艦大7，德國新車價折合台幣雖然才300-400萬，但大家都知道，在台灣加上關稅，總代理沒賣你個500-600萬，根本開不回家。頂配純電 i7 甚至要逼近900萬，結果咧，根據最新的市场殘值分析，5年過去，這台車只剩下大約135萬台幣的價值，這等於你開5年直接憑空蒸發掉300-400萬台幣。你平均1年折舊掉的錢，在台灣都可以直接去展間簽一台全新改款的 Toyota RAV4 或 Corolla Cross 神車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簡單來說 ，BMW 這幾年把大7過度電動化了，車裡塞了一堆消費者根本不想要的科技，像是科技感重到像伺服器機房的數位儀表，還有後座那個被網民酸爆像電子花車一樣的31寸巨幕劇院熒幕。老板買車是來休息的，誰天天在後座看劇啊？結果就是大老板開個2-3年，租賃合約到期紛紛退車，中古車商看到這堆科技垃圾根本不敢接盤，為了清庫存，車商只能含淚虧本骨折價大出清。更慘的是純電版的 i7， 他直接把這個災難推向地獄。他用了燃油車的底盤去改，但在現在2026年看來，裡面的電池技術早就落伍了。你現在如果想不開去當接盤俠，買一台才2年的二手大7或 i7， 你只會眼睜睜看着它的車價像大空頭一樣天天破底。到了2026年底，這個折舊記錄恐怕還會繼續創新高。第10名來看曾經的德系主管專車奧迪 A6 5年折舊高達64%。講到奧迪 A6， 幾十年前在台灣那可是跟賓士 E-Class、BMW 5系列並駕齊驅的高階主管商務神車，基本上就是穩健有品位的象徵。在德國新車價折合台幣200萬左右，但在台灣加上關稅，總代理沒有賣你個250到300萬，根本牽不回家。以前大家都覺得開個4-5年再賣掉殘值都還算挺漂亮，不好意思，這種美好時光已經結束了。根據最新的中古車市分析，5年車齡的 A6 現在殘值只剩下差不多70萬台幣，5年直接跌掉64%。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因為 A6 現在陷入了嚴重的身份認同危機。原廠現在鋪天蓋地都在宣傳 A6 e-tron 純電版才是未來，直接把傳統燃油版的 A6 當成過氣老古董。結果呢，想買新車的主管都在等電動版，或者乾脆直接直上 e-tron， 導致中古車市場上塞滿了前幾年企業租賃合約到期退回來丟在倉庫生估的燃油 A6。現在你打開台灣的二手車網站，像是8891或是 ABC 好車網，你會發現幾百台規格一模一樣的 A6 拋售潮掛在那邊，根本沒人想理。到了2026年，前幾年銷量爆發期簽的租賃車又要陸續退場湧入市場。可以預見的是，二手 A6 的價格接下來只會繼續探底，沒有最慘，只有更慘。第9名，福斯 VW ID.4 3年折舊高達46.1%。福斯當初打造 ID.4 這台純電 SUV 的時候，本來寄予厚望，覺得這台車絕對會大賣，畢竟空間實用，又是純電，背後還有台灣人最信任的德系國民神車大招牌。結果它不但沒有成為救世主，反而變成電動車折舊大屠殺的教科書。根據最新的中古車市分析，一台2022年出廠的 ID.4 才開3年，車價就直接腰斬了46%。相比之下，同樣是福斯自家的燃油王牌 Tiguan 地瓜3年才折舊34.5%。兩台車一比，開電動車的人足足多虧了11%的血汗錢，到底哪裡搞砸了？當初福斯一頭熱，在國外大批量產 ID.4， 結果市场根本不買單。更致命的是，早期 ID.4 的那套車載系統剪切是災難，動不動就死機卡頓，慢到讓人抓狂。雖然原廠後來一直發軟體更新，但買福斯要回原廠上課的爛名聲已經救不回來了。加上歐洲在2023年底突然取消了電動車補助，買氣瞬間崩盤，一堆新車直接再展間放到變庫存。雖然台灣總代理慢半拍，
前陣子才剛引進這台車，但現在到了2026年，國外當年大爆量簽的租賃合約剛好滿3年正式到期，海量的二手 ID 4即將塞爆中古市場，價格還要再跌多少，我們真的不敢想。第8名，台灣人最愛的三芒星也翻車了，賓士 EQA、EQB 3年折舊超過 55%。賓士當年為了趕進度推出了 EQA 跟 EQB 這2台小型純電休旅，但台灣老司機和中古車商心裡都明白，這2台車根本不是從零開發的純電血統，說白了就是拿舊的燃油底盤硬塞電池的油改電過渡期產品。既然是油改電，天生體質就不良，空間被壓縮就算了，車友最在乎的續航力更是慘不忍睹。原廠測試號稱可以跑420到450公里，但在台灣開冷氣上高速公路，實際上打個折，往往只剩300多公里，里程焦慮直接拉滿，二手市场的買家精得跟猴一樣，誰會想買一輛續航力不夠用的舊科技？數據不會騙人。在國外，原本新車要賣折合台幣150萬左右的 EQA， 在台灣總代理沒賣你個220萬，你是開不回家的。才過了3年，現在中古市場開價竟然連70萬台幣都不到，3年直接噴掉55%以上的身價。而且到了現在2026年，這個問題只會更絕望，因為賓士已經亮牌了，全新世代的純電 CLA 即將發表，人家用的是真正純電架構，高檔的 800V 快充技術，續航力直接飆破700公里。你想想看，在2026年的今天，當規格更香、科技更頂的純電 CLA 都要上了，誰還會想當盤子？花錢去接一台續航只有300-400公里、充電又慢的舊款油改電 EQA，這一波，這2台車的二手價恐怕還要繼續往下大跳水。第7名 ，BMW iX3 3年折舊超過 45%， 直接賠掉一輛國產車。iX3 在2020年剛發表的時候，大家覺得它是一台很中規中矩的純電休旅，空間夠大，底盤也是大家熟悉的 X3， 還有 BMW 的操控光環。不過，現在的電動車技術進步得比智慧型手機還要快，這台車顯然已經跟不上節奏了。在國外，一台2022年出廠的 iX3 新車價差不多要74000歐元，換算台幣大概260萬。結果到了2025年底，中古價直接慘跌到只剩4萬歐元，短短3年34000歐元直接蒸發，等於平白無故噴掉台幣120萬。而最致命的一記重拳才剛塞過來。大家都知道 BMW 官方在2026年春季正式對外亮牌，宣布了基於全新 Neo Classic 架構打造的大改款纯電 iX3， 一樣叫 iX3， 但骨子裡完全是外星科技 800V 高壓架構，續航力直接衝到800公里，還支援400千瓦的超恐怖快充，這下尷尬了。在2026年的今天，當新世代的纯電外星科技都要出來了，你現在去買舊款的 iX3， 等於是直接把錢丟進水裡。去買一個連 BMW 官方都認證的過氣老古董。自從新架構的消息曝光後，舊款 iX3 在二手市場的買氣直接斷崖式崩盤。現在國外車商為了清庫存，價格是一個砍得比一個還要狠。第6名，賓士 EQE 3年折舊驚人高達 70%。這個數字一出來，我看連最死忠的三芒星鐵粉都要集體吃降血壓藥了。在台灣，傳統燃油版的 E-Class 基本上就是身份地位的保證，二手行情一直都很硬。但這台純電的 EQE 新車在國外折合台幣雖然要250到300萬，但在台灣總代理展間加上關稅隨便都要400萬起跳。結果咧，根據最新的車市殘值大數據，它在短短3年內車價直接蒸發了將近 70%。我們對比一下，同車齡的燃油 E-Class 頂多折舊 50%，EQE 足足多虧了 20%。在幾百萬級距的豪華車裡，這根本不是折舊，這叫財產大蒸發。到底賓士是哪裡搞砸了？說白了 ，EQE 就是賓士交給市場的電動車實驗品，所有買家心裡都有一把尺。當別家對手都已經在上 800V 高壓快充的時候 ，EQE 居然還在用老舊的 400V 架構，充電還要慢慢等。還有當初吹得很厲害，一整面都是熒幕的 Hyperscreen 數位座艙，現在看起来不僅科技感退流行，還很容易卡頓。在台灣這種要狂開冷氣的用車環境 ，EQE 實際在路上開一趟，往往只能跑個200多300公里，里程焦慮直接爆表。更別提到了现在2026年，賓士官方已經亮牌了，全新世代的純電 CLA 帶着更頂級的規格、更便宜的售價準備進場。當規格更新、價格更香的 CLA 都要上了，現在到底還有哪個冤大頭願意去接盤這台續航弱、充電慢、外觀還被酸像大肥魚的二手 EQE？ 到了2026年底，它的二手價只會繼續雪崩。
第5名，賓士 EQS 身價直接腰斬，堪稱台灣車市最恐怖的資產火化爐。如果說剛剛的 EQE 是大屠殺，那這台身為純電旗艦的 EQS 就是直接把大老板的錢當金紙拿來燒。身為賓士純電家族的老大哥 ，EQS 在國外新車價隨便都要11萬歐元起跳，到了台灣加上重稅，總代理開價更是直接衝到600萬甚至800萬台幣。結果咧，你打開台灣的中古車網，看看那些才開1年半、里程數連2萬都不到的準新車，價格直接攔腰對折，剩下連300萬台幣都不到，短短18個月，直接憑空噴掉一台全新雙臂跑車的錢。這種折舊速度簡直是在挑戰大老板的心臟極限。為什麼在台灣貴為總裁座駕的三芒星旗艦會淪落到這個地步？最讓老板們傻眼的就是它的空間和科技。傳統燃油的 S-Class 後座多霸氣多舒服啊！結果這台 EQS 為了追求風阻係數，外觀改成圓滾滾的流線設計，導致後座頭部空間非常壓迫。大老板坐進去直接頂到頭，氣到當場叫司機開走。加上那套疊床架屋，動不動就跳警告訊息的超複雜車機，長輩根本不會用。用起來只有滿滿的挫折感。當初總代理和經銷商為了消化庫存，只能私底下瘋狂砍價、打折吐血賣。這一搞，直接把 EQS 的中古殘值給徹底玩壞了。到了現在2026年，最精彩的來了。2023年豪華車大爆發時期，那些用公司名義簽的3年租賃合約剛好通通到期，海量的二手 EQS 即將集體湧入中古市場。現在全台灣的車商看到這台車都在發抖，根本沒人敢接盤。你如果現在去買新車，真的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第4名，福斯 VW ID.3 年折舊直接超過50%，買它等於是去原廠修滿3年的學分。當初福斯推出 ID.3 的時候可是大張旗鼓，說這台車要成為電動車界的 Golf， 傳承歐洲先輩神車的經典。結果它不但沒能成為傳奇，反而變成德國汽車工業史上最惡名昭彰的半成品軟體災難。早期買 ID.3 的車主簡直像在當白老鼠，新車牽回家，居然一堆基礎功能都還沒開通，還要坐在車裡乾等好幾個月的系統更新。最扯的是，開車開到一半想調個冷氣，車機直接卡死，要倒車的時候倒車顯影，直接黑畫面送你。這種不穩定的軟體，當時在國內外的汽車討論區跟 YouTube 上早就被全球車主罵到狗血淋頭，這導致 ID.3 還沒在路上跑出名堂，福斯電動車沒長腦子的刻板印象就已經洗不掉了。這個代價在中古市場上非常殘酷，一台3年前在國外要賣3-4萬歐元，折合台幣大約120萬的 ID.3， 到了今天在二手市場直接打對折，開價剩不到60萬台幣，3年折舊直接衝破50%。雖然台灣總代理後來聰明了，直接跳過這台車不引進，但路上那些找貿易商牽水貨的車主現在真的欲哭無淚。再加上原廠後來推了大改款修正版，等於直接把早期買舊款的車主當傻子。車價瞬間再砍一刀，到了現在2020，6年，國外當年的租賃退車潮再度大爆發，這款科技半成品的二手價，接下來只會繼續往不見底的深淵掉下去。第3名，奧迪 e-tron 還有 Q8 e-tron， 5年車價直接跳樓大拍賣，折舊超過55%。講到奧迪的初代純電休旅 e-tron，2018年在國外發表，2020年引進台灣的時候，其實大家都覺得它是一台好車。空間大，質感好，開起來很有傳統德系豪華車的沉穩跟舒適，但它有個致命傷，就是太重，而且耗電量大得驚人，妥妥的就是個吃電怪獸。更慘的是，它很快就被自家的後继車型給狠狠背叛了。到了2023年，奧迪官方突然宣布，把 e-tron 直接改名叫 Q8 e-tron， 不僅換了新的外觀設計，還把電池容量、續航力大幅升級。這一改名不要緊，直接把原本花了300-400萬買初代 e-tron 的老車主當韭菜割。你的愛車一夜之間在官方認證下直接變成了過氣的舊時代垃圾。這個打擊在中古車市有多慘烈？在台灣，原本新車要賣到快400萬的 e-tron 55，你現在到了2026年，打開中古車網，2020或2021年的車竟然不用130萬台幣就買得到了。短短4-5年，車價直接蒸發超過55%，一台100萬豪華進口車折舊折到變國產車的價格。現在國外的二手市場已經被那些公司退租的 e-tron 塞爆了。中古車商看到這台車開出來的收購價，只能用吐血骨折價來形容。更恐怖的是，現在到了2026年，2023年改款後第一批簽 Q8 e-tron 的企業租賃合約又要陸續到期，退場湧入市場，舊的還沒賣掉，新的拋售潮又要來了。這款車的二手殘值接下來只會繼續血流成河。
第2名，賓士 EQS SUV 18個月直接噴掉一棟房子的頭期款，這才是真正的頂級盤子神車。如果說剛剛轎車版的 EQS 是資產火化爐，那這台休旅車版的 EQS SUV 簡直是直接把大老板的錢丟進核子反應爐裡燒。身為賓士最頂級的純電休旅，在國外新車隨便都要11萬歐元以上，在台灣總代理的展間裡加上高額關稅，沒賣你個600-700萬台幣，你連車尾燈都摸不到。結果咧，這台車在中古市場展現了什麼叫毀滅性折舊。你現在打開台灣中古車網去看那些才開1年半到2年，連第一次原廠大保養都還沒到的準新車，價格直接砍半，剩下300萬出頭，短短18個月，300萬台幣直接憑空蒸發。這折舊掉的錢，在台灣都夠你買一輛全新大改款的雙臂主力休旅了。當初賓士老神在覺得台灣和全球的大老板只要看到車頭那顆三芒星大車標，不管開價多扯，都會乖乖掏錢。事實證明，原廠這次真的想太多了。這台車空有滿滿的電子科技，實際表現卻讓人狂搖頭。頂級奢華休旅，結果那個第3排座椅擠到爆，成年人坐進去膝蓋直接頂到胸口，像在坐小板凳。更誇張的是，這台車車重竟然突破3噸，開在路上沉重的像在開坦克，過彎側輕嚴重，甚至連一些內裝細節也被網民酸爆說塑料感超重，完全沒有600-700萬豪車該有的細緻度。現在到了2026年，國外新車經銷商為了清庫存，私底下都是幾萬歐元在瘋狂大砍價，這直接把中古車市的價格防線給當場擊穿。在台灣，現在中古車商只要聽到有人要賣 EQS SUV， 每個人臉都綠了，根本沒人敢接盤。你如果現在買新車，真的只能當成在做慈善事業。終於來到第1名，這不是單一車款的悲劇，而是一整場純電休旅的租賃海嘯大崩盤，主角就是福斯 VW ID.4 與 ID.5， 這正是2026年最慘烈的資產灰飛煙滅慘劇。為什麼說是海嘯？我們把時間拉回2022和2023那2年，國外有成千上萬台的 ID.4、ID.5， 還有 BMW iX3， 全都是用3年期的企業租賃合約大批量產開上路的。現在到了2026年，這群合約期滿的車潮剛好到了要集體退場退租的時間點。海量的二手電車準備倒進市場，但更恐怖的是，新車市場也變天了。福斯自己今年正式推出了全新世代的小電車 ID.Polo， 也就是 ID.2， 新車開價不用25000歐元，折合台幣才80幾萬，更別提旁邊還有一大堆中國品牌的超便宜電動車虎視眈眈大舉進攻。你想想看，在2026年的今天，如果你是買家，誰會想花70-80萬台幣去買一台開了3年、車機又卡、電池衰退的舊款二手 ID.4？人家直接去買一台科技全新、保固滿滿、價格一樣只要80萬的全新 ID.Polo， 不是更香嗎？大數據直接揭開殘酷的真相，開3年的電動車平均折舊高達 48.5%， 可是同級的燃油車才折舊 35.5%， 一來一回，電車主平白無故多虧了 13% 的血汗錢。加上2026年各國新補貼政策跟中國電車的價格戰開打，中古電車的價格防線已經徹底被擊穿。現在這個時間點，誰去接盤這群二手電車，誰就是站在懸崖邊上的終極接盤俠。至於那些在2022、2023年跟風貸款買新車，現在2026年想賣車換現金的車主，我只能說，你現在打開中古車網真的會欲哭無淚，只能眼睜睜看着自己的血汗錢被市場無情生吞。為什麼這場純電悲劇偏偏會在現今的2026年集體大爆發？說白了，就是因為有4個致命的大環境因素，同時在德國市場開了外掛。第一，政府補助直接斷奶。歐洲在2023年底無預警取消了電動車補助，導致新車市场的需求瞬間雪崩，連帶把中古車的價格防線也給一併拖下水。第二，租賃退場潮集體索命。2022到2023豪華車大爆發時期，那些企業簽的3年租賃車，到了2026年剛好合約全部期滿，成千上萬台退租的二手電車排山倒海倒進市场，根本沒人消化得了。第三，新舊科技的降維打擊。現在2026年的新車動不動就是 800V 高壓快充，續航力隨便都600-700公里起跳，這讓那些還在用 400V 舊架構、續航只有300公里的舊車在一夕之間直接變成垃圾。第四，中國電動車的瘋狂內卷。中國品牌靠着恐怖的價格戰大舉殺進歐洲，直接把大家對電動車的價格預期給壓到了底線。所以
如果你是在台灣想捡便宜的买家，2026年的今天，你确實可以用非常划算的骨折價去買到一台配備滿滿的德系頂級電車。但相反的，如果你手上現在正開着其中一台，而且你遲早打算要賣掉它，聽我一句勸，真的不要再等了，多留一天，你就是多虧一天的血汗錢。以上就是2026年正在經歷身價大屠殺的11款德國電動車，以及背後血淋淋的真相。如果這支影片有幫你開端看清市場，請幫我們點個讚，訂閱頻道並開啟小鈴鐺。你自己是不是也是這群德系電車苦主之一？你當年新車買了多少錢？現在中古車商開多少錢讓你心碎？歡迎在下方評論區留言，跟大家分享你的血淚史。我們下期影片見，拜拜。